你要我死，但我却偏偏活着，只因一只画眉鸟。范季里蓄意诬陷我兄长，害他冤死狱中，我家破人亡。13年了，每一道疤都在提醒我不能忘。天意如此，那你走吧。如今你道业未成，便着急下山，值得吗？我这一生便为此而活，哪怕万劫不复。这画眉仙姑是什么来头？等了这么半天也不见人，莫非是什么天仙？可不敢乱说呀。这位仙姑数月前来到此地，身负神通，据说能用一只画眉断凶棘。姑娘，我们等的那人来了。来的人都是适宜探查过的，这是记着他们跟你的卷册。右手倒数第2位，这人在海宁郡常为大人物们寻花鸟珍奇，暗地却替他们干些见不得光的事。范季里，今日的命书专为你而写，让你也尝一尝报应的滋味。仙姑廉价至，炷香。这身段不错呀。散人画眉，师从白云山。诸位道友今日前来，当知我雪照居的规矩。人之气运因果，本为天意所趋。今日所得戒称，无论吉凶，皆需各位自负。好啊，那就请仙姑算算我近日的运势如何。阁下3日内必死。不可妄语啊！莫是冲撞了什么？信我当真啊！你这妖女，口出乱言！我来了，你在哪儿啊？这儿先前死过人，别闹了，快出来！范员外，可还记得是谁死于此地呀？美人，你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和白天不一样了？那官人是喜欢白天的我呢，还是此刻的我？妖女，自然都是喜欢的。那大人就跟我来吧。美人，别跟我玩捉迷藏啊！美人。美人，
范季礼，还我命来！你为何害我？李兄，你别怪我，千万别害我，都是他们逼的。我真的不是谁。杭州格陵宝云山的宝云茶可以安神。仙姑姐姐亲手做的茶，肯定比那9重天的甘露还要好喝。姑娘，衙门里的江县尉来了。我这就来。这厮怎么来了？仙姑姐姐莫要理他，再陪我喝会儿茶，我头好痛。你先好生歇着。此事还未告知新任县令大人，是否？你是说依附权相的那个废物？告诉他做什么？他知道了有什么用？江大人，将此妖女拿下！且慢，大人何故要捉拿于我？昨日可是你在此处扬言，范员外3日内必死。我只是依命书直说。这范员外果真死了？你是如何杀害范季礼的？还不从实招来？范员外是何时遇害的？17日午时之后，一樵夫在砍柴的路上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。我们在火烧现场发现了死者遗物，正是范员外常戴的玉指环。那我并未有动手的时间。信口雌黄！你有证人吗？此处偏僻，根本就没有人来。你若寻个观中的小儿、乡间的老头来作证，那可就是个笑话了。哪个混账说本县令是个笑话呀？本县令就是人证。今日4时一直到1刻钟之前，仙姑姐姐一直在我榻前相伴，半步都不曾离开。还未向仙姑姐姐说明。在下陆延崇，字居康，旁人都唤我十郎，乃是此地的父母官。十郎？哪个十？自然是美玉顽石之时。政和8年，五月念吾，乌云蔽日，天不晴。与我兄长忌日。今日之我，名唤李福渊，开始复仇计划的第2日。我的索命鬼好像来。如今你道业未成，便着急下山，为了报仇，修习幻术，以致经脉逆行。需日日以金针刺血，方能保命。当真值得吗？我曾以为天理昭昭，岂料几句诬陷，竟可灭我满门。杀人凶手还不就擒？兄长被当替罪羊，屈打成招，含冤而死。双亲目睹血祸，愤然自尽。恶人妄想一把火将真相掩埋，只因一枝画眉娘一夜间
让我家破人亡，流落街头。从此靠偷食度日，被人如畜生般踢打，几近死去。但我偏要活下去，哪怕只剩一息，也要找到幕后真凶。不论他身居何位，我必令其自云端坠落，于我兄长继承之日，血债血偿。天意如此，那你走吧。你走的道，如今才刚刚开始，但为师还有一忠告。继燕雀之身欲磐石而亡。师父是说，如果我坚持寻找真相，那么便会死在这个与石相关之人手中。石老，哪个石？自然是美玉顽石之石。玉石于水，这人身处高位，却必将拉你沉于泥淖。你难道不怕吗？仙姑姐姐，仙姑姐姐，今晨仙姑姐姐救了我，我还那仙姑姐姐有什么问题吗？知县大人莫要开玩笑了。知县大人，此妖女怎么可能救了你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掉水里了。话说那沈官，我想着刚到任不久，要多体恤民情，体察民意，就随处逛了逛，来养活一双儿女。敢问大哥，这先生讲的什么呀？画眉鸟奇案。哎，你们听说了没？梁安到梁青天再过半月，就要同巡查使翟禄一起回花昌县来了。只因银钱未曾谈妥，便奋起杀人，还割下沈官的头颅，抛于那水泊之中。有道是因果循环，万物有报。知县大人明辨黑白，立即醉后于狱中，畏罪自裁。想着我多少使点水性，不如趁天气正好畅游一番。谁知道日头太好，我竟睡着了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船内已然进水，所以船翻了。快点啊！有人落水了！我就这么掉下了水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救上了岸。我一睁开眼，首先看到的就是仙姑姐姐牵着我的手。姑娘明明拎的是衣领，哪里牵手手？今晨我们去城中采买，回城的路上，身边小童想要游湖，我们这才去了湖上，遇到了知县大人。定是我形容倜傥，颇有道根。仙姑姐姐对我一见如故，这才救起了我，是不是？大人莫不是上了这妖女的当，给她当了不在场证人？怎么说？今日正午，有人在西市口看到了死者范锦，说明他被杀是在今日午范老板至未时出之间。难道大人从未合眼，他亦从未离开？对啊，我被救上来时是晕着的。你若在此期间杀人再赶回来，也不是不可能啊！枉我对你一片赤诚，你竟然一直在骗我，实在让人痛心。你江县尉，将人带回去。说什么？大人方才说尸体是在西郊发现的。大人从西郊到此地，大约多少时辰？左右1个半时辰。陆大人约是在未时醒来的。我若是午时在西郊杀了人，怎么可能在半个时辰之内赶回来陪陆大人呢？哎，江县尉，仙姑姐姐说的对啊，她不可能凭空出现，那一边杀人一边救我吧？我知道，大人对我颇多意见，但这范员外之死，与我确实没有半点干系。哎，横说竖说，仙姑姐姐就是没有嫌疑。江县尉，私事体大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好好查案，莫在这叨扰仙姑姐姐。走走走走走，走啊，走。仙姑姐姐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姑娘，您将话说的滴水不漏，他们定不会怀疑我们了。此事并非万无一失，我这一计还有一处天大的破绽，我也在赌。赌什么？赌那华昌县的仵作老爷会不会在7日之内验尸。
验尸，这都烧成焦炭了，还用验吗？当验呢，那需等等。等等，等什么呀？临县没有仵作，这方圆几里，尸首凡是有异，都要归总到我这里。再加上苍云山最近匪患猖獗，又死了不少人，你这凡事得讲个先来后到吧？哎，你没见到我这里已经是客满为患了吗？就连偏院的灶房都拿来停尸用。崔老莫嫌我烦你啊？这江县尉好似不大喜欢我，他非但不肯和我同城一骑，还把我打发到你这儿来。哎，不过我先说好啊，不是我自己要来你这儿的。你说他不懂礼数也就算了，你这仵作佬脾气也古怪的很。这衙门上下就没人真把我当回事儿。哎，我说你那尸体都烧成焦炭了，还能查出什么来？能的。口鼻、心肺。若是有经验的仵作，这人是刚刚死的，还是已经入土几日的，一验便知。除非什么？烧得再彻底些。不是，你烧什么呢？啊？我问你，你刚在烧的是什么？这上面的一包木炭啊！哎呀，什么木炭呐？那是范季里的半身骨尸！哎呀，去！这都烧成灰了，这还能看出什么来？你就不怕那范氏变成厉鬼，晚上找你去报仇？哎呀！哎，不过我先说好啊，不是我自己要来你这儿。帮我看下尸骨。李吉与沈秀还有活着的家人吗？沈秀有一妻子和一双儿女，今年潜染疫而亡。李吉全家死于月华街大火，所以不应当有。不应当？必须去查清楚他的身份，否则水太浑容易坏我们的事。阁下这样的混世魔王还会怕水太浑吗？怕呀，我胆子小得很。不过我们也不必着急动手，不想他继续前进的人，尤其是你我呢。你不记得我了？没关系，我会让你一点都想起来。你会遭报应的。你会遭报应的！报应，大家都会死，急什么？我真的只是受人接待，真的不认识那个人。他给我一封信，让我做假证诬陷李吉。你究竟是谁？画眉鸟案的细节，你且好好的想一想，想出一件，我便给你一碗水喝。我知道，是
当今县尉江春找过来的。江春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好，我找到了。起来吧。我找到了死人头，我父亲是不是可以继续留在衙门？那人头虽然已经烂透了，但是上面有李记的死印压印后的痕迹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这才定了死罪。人头烂透再压上死印，这诬陷的手法简直是恶劣至极。我不爱做人，偏爱做那畜生，那你就继续做着吧。正和8年末月年6，今日不知是否雨停，天气不祥。江春，姑娘，您得到陆县令的消息啦？咱们现在去哪儿？你去帮我找个人，接下来我自有安排。是。我要这个。来，你拿好。这是我们家的。大人要挟我来此处，是为什么呢？那你的童子前几日在水中掀翻我的船，又是为什么呢？大人说的什么，我听不懂。仙姑姐姐听得懂的。你这招连环计用得相当巧妙，只不过你找错人了，万不该算到我的头上。看来仙姑姐姐是非要我一件一件的都说清楚，是不是？那好啊，我们从头说起。我落水那日，天气很好，连一丝风也没有。四周既然无风，我的船莫非是个活物，是会自己翻的吗？范季礼既然已死，为何还有人在街上见过他？那烧焦的又是谁？大人的想象力倒是丰富，我何必要这么做呢？问得好，那自然是让我给你当人证。你们先制服了范季礼，然后找了个尸体烧了做替身。第二天设计我落水，再把我救了上，然后把范季礼装进马车招摇过市，让大家都看见。如此一来，范季礼死在午后，而你在午后没有时间往返西郊，嫌疑自然就洗清了。那若尸体早被发现了，那地方人迹罕至，只有个樵夫在每日喂食会经过那荒屋雷打不动，这自然是你们查探过的，算计好了的。这样吧，我数3个数，若你不能说服我，那我便要将你法办。江县尉，陆县令如今就在那茶楼里，定是贪图我家姑娘的美貌，有行不轨之事。3，你并没有实证。那我若是找人验验那个尸骨骨龄几何，是男是女，埋了多久？2，大人不直接捉拿，反倒这样隐蔽行事，想必是有所图谋。您要什么，不妨直说。爽快，这么着吧，我要你带着那帮装神弄鬼的童子们离开华昌县。禅速香，发作大约1刻时间。大人，你不会以为我听你说了这么多废话，
是当真喜欢听你说话吧？这是我刚从京城掮客手中买到的消息：3元3鼎，文武双全，于吞海楼上题诗作画，名动京城，得了当朝权贵的赏识。下放到我们这样的小县，怕是要不了多久就会高升的吧？你这样懂得趋炎附势、趋利避害之人，又怎么可能真是个糊涂蛋呢？我若是不做一手防备，那就当真是个傻子了。无论是为花昌县的百姓，还是当日陈岩这样的渣子祸患，都绝技不能再留。什么？你不能杀我！我数3个数，你若是不能说服我，我就先拿你动刀。你那作假的尸首在我手中，你若杀了我，为师之事必然暴露，到时候自然有人追查范季里下落，你的谋划怕是要功亏一篑了吧？此物名为莫逆，发作时会心痛欲裂。我要在这12日内能够自由出入衙门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。陆县令，你在里面吗？大人，你做什么？都别过来，备辆马车。大人，华昌县的那个范季礼好像忽然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听说是被烧死的。知道了。另有一事。说。从京城来的那个姓陆的，到任华昌县了。多招抚留意吧。是。打扰了陆大人的雅兴，真是抱歉。江县尉，就是这句。不想死就配合。大人，你做什么？我家姑娘天生身子弱，就不劳江大人了。没事吧？姑娘，你让慧去守着马车，里面装过范季礼，有些人若仔细查看，难保不会发现什么端倪。是。您放心，他没那个本事。江春，你到底和画眉鸟案有何关联？刚才反应不错嘛。这不正符合大人你登徒子的做派吗？我配合也配合完了，你人也进了县衙，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这人横竖是个麻烦，应当尽早了结，以绝后患。现在，立刻帮我找个人来。你还真点上菜了。找谁啊？江春。这是竹璧，怎么用？你没见过？我以为姑娘家都会有1、2个。这很奇怪吗？我不曾用过，是这么说的吗？
你的菜来了。李姑娘，请进。我在外面听到动静了，知道你已经醒了。当日在雪昭居，你装神弄鬼、骗人敛财，骂你的那句妖女，我并不会收回。不过，方才的事不是你的错。我没想到姓陆的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欺男霸女。他在本地为官，你之后恐怕很难在这里立足。你若想摆脱他的纠缠，我这儿有一些银两。你拿了去，速速离开华城县吧。我若要走，天下何处不是我的立足之地？但我有必须要做的事，我不能走。多谢江大人指点迷津，可否靠近点说话？要走，天下何处不是我的立足之地？但我有必须要做的事，我不能走。多谢江大人指点迷津，可否靠近点说话？江大人，瞧瞧，这儿有几缕蓝色，几缕红色。蓝色，红色。对，你好好数一数，数完后闭上眼睛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你有话要问我？蓝，红，没有蓝。也没有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蓝红？仙姑姐姐道法不精啊，迷人心智还能失手？不可能是我的问题。那是谁的问题？是他眼睛有问题。江春，不是。13年前，你可是住在花昌县？是。当时多大？14岁。你捡回过一个人头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是如何捡到那个人头的？不是我捡的，是我去取的。那天晚上雨下很大，我父亲当值不慎摔断了腿，衙门不想续用他，我就想再去求一求父亲的同僚，替他说几句好话，但好像走岔了。雨太大，周围很黑，我就随便找了个廊檐躲雨。恰巧听到有2人在屋里说话。血烂的差不多了，明日就拿去衙门领赏。还有那位爷给的赏钱，该有几年好日子过了。你位置保险吗？七里坡那地儿就没人去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只听见了有赏银拿。若有银子，便可请大夫治好我爹的腿。我怕他们第2天就会把这个宝贝挖走，
于是连夜跑去了七里坡，就这么从坡下挖出了命案死者沈秀那个一直没能找见的人头。我好像也听说了这个案子，你搞那么多事就是为了查案？你和这案子什么关系？莫非你是苦主？哎，行了，知道了，不问。离远点，坐口。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？是，我有色弱之症，只能看见黑色和白色。有些人故弄玄虚，非要弄什么蓝色、红色，结果人家压根儿都瞧不见。你当时去求的是哪几个同僚？住在何处还记得吗？我先去找的人住在月华街，在县衙东面，巷子很多，走乱了，但方向大致是对的。你想找藏人头的那户人家？你要照他这么说的去找，大约是找不到。崇宁5年，月华街一带发生过一起火灾，之后的5坊19街都是重建的，位置、大小、住户都和13年前大不一样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既然来到了华昌县，就肯定会看一下当地的县志啊、卷宗什么的。叫好，我又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所以别没事再拿你那老屎子毒药吓唬我。我一害怕，说不定什么都忘了。怎么会？之后还得仰仗陆大人。你过来，干活去。啊，我啊。哟，你也被叫过来了。这老头什么来路？怎么这么凶啊？崔三爷，本县的仵作，这县太爷好得罪啊，这位崔爷，可千万别。哎呀，嘿，这小老儿把我们唬过来做苦力，自己人跑哪儿去了？小姑娘真是胆大包天呐！你确定她醒来不会有这段记忆？按常理来说不会。那若不按常理呢？那我就死定了，并且我会带着你一起死。你那个什么魔妮呢？你给她来一颗。你以为那是枣条糕吗？说有就有的，就这么一颗用你身上了。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跟那个范季礼关一块儿，怎么样？不必借机试探我，也不必靠这么近。啊，江建伟，方才对不住啊，是我打晕了你。但你要理解我，骤然看到一个男子闯入自己未婚妻的房间，这下手没轻没重也很正常吧？未婚妻？他是雪照居的画眉仙人。画眉仙人怎么了？我对渊渊一见钟情，渊渊呢也愿意同我长相厮守。再说了，前几日落水的时候是渊渊救了我，我从此魂牵梦萦。李姑娘，你多谢江大人体恤，池郎乃我命中避不过的劫数，我是自愿留在这里，嫁给他的。如此说来，
是我多此一举了，告辞。渊渊。命中避不过的劫数，论肉麻和夸大其词，您不比我差。这厮有几膀子力气，不过脑子不太灵光，胡扯鬼扯，竟能蒙混过去。自然比不上县令大人，尖角无匹，一肚子的鬼话。你们说谎！什么意思？你们刚刚在鬼扯。说，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青春，你莫忘了我是你上官。你说，还是你说？一个小小的县尉，你这个……别叫！不想知道当年的人头是怎么来的吗？我是武夫，不是傻子。范季礼刚死，你们就找上了我。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我与范季礼素无往来，唯一的关联就是画眉鸟案。你们是在查案？从7、8年前起，这条街我每日都要跑上一次。为什么10来岁的小孩可能确实什么都不懂，但人难道会一辈子懵懵懂懂？等我长大些，想明白其中关窍，知道那人头来的蹊跷后，便每日不能再安宁。你想找出那夜对谈之人？有疑必究，但事情已经发生这么多年，要想继续调查下去，需要实证。当夜谈话之人就是实证，可惜当年月华街大火，早已物是人非。隔了多年想再去寻找，恐怕很是不容易。是，但有了我们这位汴京来的县令大人，事情便大不一样了。我怎么觉得你俩更为同气连枝？既然你与我们目的相同，你刚才动手做什么？因为我刚才气有点不顺。陆大人既然看过当初的卷宗地图，那不如我们就来实地比对一下。我帮江县尉回忆并不难，但是要当场测绘出位置、准确定位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当年月华街为正东西向，长1里右半，宽2丈，左右各邻何处？距离几何？向北临近涌泉坊，间1丈余；向南贴近方氏，间2丈。街上共计住户、店铺、宗地126，这是规整，院目大小都在1丈半。当日我一路往地势高的地方走，应当是正东面。起初跑了有小半盏茶的功夫，约有数10户人家，然后就碰见了岔道，跑乱了，但又感觉方向是对的。方向是对的，可见2条岔路并非是平直的分道，多半是中间角度较小，朝着一个方向的应当是春兴街。岔路又分了10字路，一侧能看到远处的白塔。那夜的茅屋，应当就在此处。